日本失去的30年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东西几乎不怎么涨价。2019年前后，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中藤绫去韩国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在韩国商店里看到一些普通餐具，折算下来要300-400日元，可同样的东西在日本的百元店100日元就能买到。中藤绫当了多年财经记者，长期采访日本企业工资和就业问题，所以他没有觉得日本真便宜，他的脑袋里反而冒出另外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日本变得这么便宜了？因为30年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是出了名的贵，东京生活成本高，日本人拿着日元去国外旅游，反而觉得很多地方便宜。可几十年以后，一切倒过来了。外国游客来到日本，开始感叹酒店便宜，餐厅便宜，日用品便宜，甚至连迪士尼门票一度放到全球比较里都显得不贵。看起来日本好像把物美价廉练到了满级。但中藤绫继续往下查，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，因为30年没怎么涨的不只是商品价格，还有日本人的工资。于是他后来把这些调查写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廉价日本》。而这本书真正想问的，其实不是日本为什么这么便宜，而是在问，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什么都不敢涨价，最后到底是谁在替这些低价买单？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，1美元还能兑换200多日元，随后日元快速升值，到80年代后半已经升到1美元兑换120多日元。这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以前去美国看见一个100美元的东西，心里还得算半天，日元升值以后再过去，怎么突然感觉美国在搞大促销？但反过来，外国人来日本体验就没那么美妙了。1988年，日本政府做过一次国际价格比较，当时按照实际汇率计算，同样一篮子商品和服务在日本购买，平均比美国贵大约 62%。到了1989年底，日本政府再次比较，日本消费价格依然比美国高大约 35%， 比英国高约 34%。偏偏这时候日本人的资产还在疯狂升值。1984年12月，日经指数大约只有11542点，到了1989年12月29日，已经冲到38915点。土地也跟着一路往上，钱好像越来越多，资产越来越值钱，日元越来越强。站在1989年的东京街头，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贵似乎不是什么问题。毕竟只要工资、股票、土地都在往上走，今天1000日元的东西，明天卖1100日元，大家最多皱一下眉头。但自从1990年前后，泡沫开始破裂。1989年底还接近 3.9 万点的日经指数，到1992年6月底只剩下大约 1.6 万点。土地也从1991年前后开始进入长期下跌。企业突然发现，昨天还值很多钱的资产缩水了，债务却不会因为老板心情不好自动打折。于是日本公司开始干一件后来非常熟练的事情，就是省。投资能缓就缓，成本能压就压，库存能清就清，能少花的钱最好一张福泽谕吉都别多花。日本银行后来回顾这一时期时专门提到，90年代日本原本偏高的国内价格开始被不断修正，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，价格破坏。便宜进口商品增加，企业竞争加剧，过去那套日本东西就是贵的价格体系开始一点一点松动。到了1999年前后，日本消费物价开始持续出现下降。日本总务省后来甚至把2001到2012年这一大段时期称作日本的通缩时代。而一旦整个社会开始习惯价格不涨，接下来最精彩的问题就来了，就是成本不会永远停在1999年，原材料会涨，房租会涨，为什么物价就不涨？那日本企业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，把一个100日元的东西硬生生卖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？作者中藤绫为了看看日本到底便宜到了什么程度，查了日本约400家超市的销售数据，对比2000年和2019年1780个食品日用品品类，结果有903个品类价格不但没涨，反而更便宜了。咖啡罐头下降 75%， 气泡酒精饮料下降 74%， 洗衣机槽清洁剂下降 52%。 20年过去，房租、物流什么都在变，货架上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就不涨？中藤绫认为，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消费者长期形成了极强的低价偏好。于是企业遇到成本上涨，正常流程不是成本涨了那我涨价，而是还能不能再忍一下，包装改小一点，促销少一点，自有品牌多一点，利润再薄一点，只要价格牌别动，大家就还有得谈。最经典的故事发生在2016年，日本赤城乳业有一款国民冰棍，价格从60日元涨到70日元，时隔25年第一次涨价，公司还专门拍了一支广告，100多名员工站在镜头前，表情严肃，最后集体低头。结果这支涨价谢罪广告甚至被纽约时报报道。中藤绫特意把这个案例写进书里，因为在很多国家，商品涨10日元根本不叫新闻，在当时的日本却能让一家企业郑重其事地向全国消费者解释。2015年，日本还出现过所谓的涨价之春，原材料涨了，很多食品企业终于准备提高出厂价。中藤绫当时就在跑食品企业，他采访到一家企业，对方很无奈，成本已经涨到公司扛不住了。可零售商的回答也很现实，你们难，我们理解。但消费者一看涨价，可能转身就去买别家的。于是日本市场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规则，谁先涨价谁先冒险。这时候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企业愿不愿意涨，而是消费者为什么对几十日元的涨价都能这么敏感。
因为货架上的价格后面其实还藏着另一张20多年几乎没怎么动的东西，就是日本人的工资。他在书里引用日本全劳联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制作的统计，如果把日本实际工资最高的1997年设为100，到了2019年，日本只剩下90.6，同期美国涨到118，英国涨到129。再看日本自己的基本工资，1999年日本人月均基本工资大约是30.06万日元，到了2019年，最高也只有大约30.77万日元。20年过去，一个月只多了大约7100日元。所以中藤绫在书里强调，日本商品为什么放到国外越来越显得便宜，不能只盯着汇率。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别人的收入在涨，日本人的收入没怎么动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消费者那么怕涨价。如果你每年工资都涨 5%， 一瓶饮料涨10日元，大概率看一眼就过去了。可如果你的工资20年基本原地踏步，那种感受就很不一样了。于是一个循环慢慢形成，工资不涨，消费者更喜欢便宜货，消费者越喜欢便宜货，企业越不敢涨价，企业不涨价，利润空间有限，又更难给员工涨工资。但这时候又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，中藤绫表示，当时日本劳动市场常年都在喊缺人，按照最简单的市场逻辑，人越少，人应该越贵。但为什么日本缺了这么多年人，工资还是没明显涨起来？中藤绫往下追，发现真正卡住日本工资的已经不只是经济不好，还有一套曾经帮助日本成功的用人制度。中藤绫在书里把原因概括成2条：第一，日本劳动生产率长期表现不佳；第二，日本缺少灵活的工资谈判机制。先说第2条，因为它更有意思。过去日本大企业流行年功序列，简单理解就是你刚进公司，工资不会特别高，但只要干得够久，年龄工龄上去了，工资也跟着往上走。高速增长时期，这套制度很好用，年轻人愿意熬，公司也愿意培养。大家默认一个剧本，今天少拿一点，未来公司会补给你。可问题是，经济不再高速增长以后，公司突然发现年轻人要涨工资，中老年人的工资也不能一直往上顶，蛋糕没怎么变大，分蛋糕的人还在按老规矩排队。于是日本企业开始干一件过去很少见的事，给年轻人加钱，同时压低中老年人的工资。中藤绫引用厚生劳动省的数据，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里，40到44岁男性员工的平均年薪2008年约797万日元，到2018年反而降到726万。45到49岁这一档也下降了大约50万日元。因为企业缺年轻人，又要和外资公司抢人才，只能提高年轻员工待遇，于是只好从过去待遇比较高的中老年员工那里重新切一块出来。所以这套制度最尴尬的地方出现了，以前是年龄越大工资越高，后来慢慢变成年轻人必须加，中年人不能再加，公司夹在中间做数学题。而中藤绫认为这还只是表面，更麻烦的是，日本很多员工的工资并不是根据你现在值多少钱随时重新报价，一个人进了公司以后，工资很大程度上跟着公司的内部规则走，这在稳定时代很舒服。可一旦进入互联网、人工智能这些新行业，问题就来了。一个20多岁的工程师，如果技术比40岁的管理层更值钱，你到底按能力给钱，还是按年龄排队？日本企业接下来很快就在国际人才市场上被迫回答这个问题。这套工资体系在日本国内还能慢慢调整，可一旦走出国门，别人就不陪你排队了。中藤绫在书里专门写了一章，在印度招不到人才，因为日本缺程序员，就开始跑到印度理工学院抢人。这所学校的人才有多抢手，微软、谷歌、苹果、高盛这些公司招聘一开始就冲进去抢，优秀学生往往第一天就被订走。中藤绫自己2017年也曾在印度理工学院海德拉巴分校停留，他问当地学生认识哪些日本公司，大家最熟的主要还是铃木、丰田这些已经在印度经营多年的企业。日本的 IT 企业很多学生压根没听过，但没名气还不是最麻烦的，真正尴尬的是工资。2019年，美国30多岁 IT 人才平均年薪超过1200万日元，日本同年龄段只有大约520万日元。书里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，2018年，一家日本大型电机企业去印度理工学院招人，日本公司给出的年薪600万日元，结果人才最后去了当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，因为对方开价800万日元。更狠的是，另一名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，他曾经在一家日本创业公司实习，能力非常强，公司高管都觉得捡到宝了。最后人家去了亚马逊，因为对方出价1700万日元。所以中藤绫发现，日本的低工资到了这里已经不只是普通人的收入问题，它开始直接影响企业抢人才、做人工智能、数字化转型的能力。以前日本企业可以自己决定员工值多少钱，现在全球人才市场开始反过来给日本企业报价，而这时候日本人才真正发现，原来变便宜的已经不只是商品，连日本人的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开始显得便宜了。但工资长期不涨，不能只怪企业。中藤绫继续往下查，发现日本劳动者自己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，就是很少主动谈钱。他引用瑞可利职业研究所2020年的5国调查，在美国、法国、丹麦等国家，很多人入职以后都会主动要求加薪，但日本正好相反，大约70%劳动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加薪。而海外很多人跳槽第一句话就是新工作可以，工资加多少。日本劳动者主动要求提高待遇的比例却明显更低。中藤绫认为这和日本长期的雇佣方式有关，
过去员工进入公司以后，工资、升职、岗位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统一安排。员工习惯的是公司会看着办，而不是我现在在市场上值多少钱。时间久了，就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：企业不主动大涨，员工也不主动开口，双方都很有礼貌。书里还提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日本劳动者跳槽少，而跳槽恰恰是重新给自己定价最直接的办法。但他发现，就算日本跳槽以后年薪增加的人只有约 45%， 美国则达到 77% 以上。所以中藤玲认为，日本低工资不只是企业制度的问题，它还慢慢变成了一种社会习惯，工资不涨好像才是正常的，被驯化的死死的。而日本工资长期涨不起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工会的覆盖面越来越小。所以回头再看中藤玲写的《廉价日本》，你会发现，他真正写的并不是一场简单的通货紧缩，而是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社会究竟应该让什么变便宜，又应该让什么越来越贵。